嘿，大家伙儿早喽！9月15号星期五了。昨天休息了一天，今天感觉还行。今天安排了一个小课表，20组1分钟快慢，热身15分钟，然后自动开始第一组。我忘了改这个设置了，后来的设置我都是自由模式的休息，就是手摁这个热身和结束，只有在这20组过程中才是自动的，但也没关系。所以今天第一个训练日就直接来大阪城了。今天跟大家聊点什么呢？就聊聊强度训练，因为我看到评论区有一个小伙伴的疑问，其实我之前也有这个疑问，就是强度训练和跑量的这关系，还有强度训练的强度。我看这位小伙伴指的强度就是距离，其实我也之前有这个困扰，跟大家聊聊我这段时间的感受。热身还有不到4分钟，那我稍微调整一下，一会儿准备第一组了，加油干，加油干！还有2分钟热身结束。先纠正我一个错误啊，高驰的 Pace 3是可以反向的心率广播的，就是你可以把这个手表当成一个心率带，广播给其他可以接收的设备。之前我一直以为是没有的，抱歉啊。然后另外呢，就是很早之前我分享过，好几年前了，就是苹果刚支持小组件的时候，我弄了一个能够看到某个 UP 主当前的观众数、订阅数的一个小组件。这2天 B 站调整失灵了，然后更新了，昨天提交的新版本已经上线了。同样，这一波更新可能会影响到我特导的那个电子钟 Ultrix， 那上面那个 B 站的 APP 是我写的，现在那个就在线那个。如果你去它的官方的 App Store， 伴随着的就是那个应该也失效了，那个我还没时间改，大家自己可以有技术能力的去抓一下。根本就是那加一个 User Agent， 让他认为你是浏览器，同时呢，接口的地址好像也有变化。也有可能没失效，可能不同地区的逻辑不一样。还有20多秒，正好过了这个下坡。就拍前2组，然后之后最后2组，然后咱们聊天，好吗？现在正好是3公里，前2组起不会太快，准备开始。这不是太快啊，这是下坡，现在路才平。今天的目标基本上就是这个配速。第一组结束，1分钟很短的，就是一开始那几组你会觉得特短，尤其是你在马路上跑的时候。那时候我一般热身结束是刚刚上长安街，就看说1分钟怎么着也能到前面路口吧，结果没到。也可能是我跑得太慢了，但是你跑到20多组，
10多组就觉得有点长了。今天不安排30组和绝对的速度，是因为这种课给自己加练，这种课不算是全力以赴的大课。之前我分享过，是给自己加的半课，一半的半，还有10秒。3、2、1，走！又一组结束，3分26的平均配速这一组，我可能后边几组还要慢一点，3分30吧。行，那一会儿咱们再聊啊，加油干！还有半分钟，最后一组。第一个训练日不够兴奋，之前这几组都是在3分28、3分29。最后一组可能得冲到转盘那儿。最后一组使90%的力，注意不要受伤。3秒，走。最后一组 ，last go。还有。3分09，3分09，还行哈。这最后一组碰见好多人，打了2次招呼。这个训练就是很奇妙的感觉。之间这10几组。跑到3分28，就觉得挺累了，但是其实也能跑到3分09，对吧？这一段路都是平路，所以有的时候，如果您相信自己训练有素，很多时候不是真的不行了，就是心理的边界吧。到现在为止跑了12.8公里，这一圈跑到那边那个头是14公里多一点儿，之后再跑一个折返，然后回家，差不多正好是21公里。
这周3的5个1公里跑完，有小伙伴问，看了这一段时间周3的强度课，认为是不是太短太少？比方说1公里这种可以跑8组。其实您说的对，就这种团队课，如果不分组的话，肯定是不可能照顾最前端和最后端的小伙伴的，对吧？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你们看一些有名的跑步俱乐部，其实距离上所有水平的小伙伴都差不多，体现不同在强度上。像这周3，除了第一组是在3分15以外，其他都在3分15以内。如果跑8组的话，那可能就是变成3分20以内。我也跑过8组，也跑过9组的，最多是跑过9组。我总跟大家伙分享我一开始跑间歇的那个课表，6分钟的从慢到快，2分钟一个台阶儿，最后快到自己的有氧的边缘，之后7个1公里，之后再加2个更快的1公里。我记得那时候跑这个强度的时候，我最快的1公里能够跑到4分35，大约是2007年。而且那个的时候的1公里，到最后的那半圈，因为是在操场，就撑不住了。这种课是说，像现在我们这个团队，绝大多数甚至是几乎所有都比我年长。到这个年龄呢，训练更要两极化，就是轻松跑的时候就慢，去培养耐力，因为已经不能叫培养有氧了。对我们这个团队里，几乎所有小伙伴都几乎没有有氧的问题，就是耐力的问题。这个耐力不是说马拉松耐力就体现在心肺上，大家一说跑有氧就是跑耐力，不全面，我认为，而是说体现在方方面面。心肺的，就是本身的所谓的心肺能力，大家可能理解为最大摄氧量，或者是肺活量，或者是通气量。但是还有一个点是说，是你心肺持续工作的耐力，说白了就是你呼吸和心跳用到的肌肉能够在这个强度下跳多长时间，这是一方面。还有一方面是你全身的骨骼肌肉的耐力，这是第二个方面。这就像汽车、飞机，你给它挂多大的油箱，给它燃烧产生热量多大的燃料，如果它的机械承载能力或者速度就在那儿的话，那它也不可能更快或者更持久。这就像有的相机散热不好，一过热就停了，那你给它配多大的电池，续航多长的电池都没有用，对吧？所以要解决短板，这是第一级，就是培养各方面的耐力。到这个年纪，更多的培养的其实是肌肉的耐力。年轻的小伙伴呢，可能培养的更多的是心肺系统的耐力。另外一级就是强度。你跑到以后，其实也不一定跟年龄正相关啊，就是你在冲击全程马拉松3小时以内的成绩的时候，就是你已经破3了，还想再快一点的话，更多的就是强度这一级的训练强度要高。不一定做多长时间，就是强度要高。强度训练也分2种，像我今天这种其实是偏耐力方向的，
就是偏速度耐力方向的。今天本来的计划是一个速度耐力，但是今天气温又高了，前2天23度了，今天又27度了。这种变速跑是可以变相的代替，带引号的代替啊，速度耐力的。这是一方面，另外一方面就是周三这种课，周三这种课对我来说就是很极化，就是很强度，就是几乎是我的极限。那么怎么量化强度课的长度呢，或者时间呢？就是所有的强度跑的时间加起来，在20到25分钟就差不多了，就是非常强度的啊，就是顶到你自己不能顶了。像我们的训练，无论是5个1公里，还是1个6公里，还是10个400加1个1公里，还是3公里、2公里、1公里，这些都是跑过的啊，基本上都是在6公里左右。对于4分的小伙伴，就是20到25分钟。对我来说，如果跑6公里那个长度更合适，5个1公里呢，可能差1分钟，也就是这样。但是如果是跑5个1公里的时候呢，我的热身和冷身的强度会稍微大一点。哦，您好，方便合适影吗？方便。我这儿开着机呢，您介意吗？不介意。原来都是晚上跑，然后昨天回去有点晚了，不太适应。哦，哎，9月15号星期五清晨7点13，刚才碰到了频道的一位观众就聊天，然后呢出了一个手表的记录事故。因为这个课表我加的特早，那时候还没有弄那个自由模式，我的冷身设了15分钟，结果15分钟以后它停了，我俩还聊得很起兴，然后就等于说有11分钟，抱歉啊，有11分钟没记上。然后我一看表，我们分开以后我一看表是停着的，等于就之前的路线规划就被就要调整一下，但是要多跑一个11分钟，2公里多吧，等于其实今天你们看到是21公里，其实是23公里多一点，可能接近24公里的样子，但是也还行，不差这一点。我刚开始跑到300公里1个月的时候，哎呦特别在意，也得严丝合缝。然后跑到400公里1个月的时候呢，更在意了。500那时候呢还是特在意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时候有一个，就心里头有一个小目标，就老想着得500，所以那时候很多最后那几公里都是凑的。这就刚才说训练的节奏，就是怎么说呢？如果您已经破3，或者是破2小时50，超过了2年，那您的训练的节奏呢是应该慢慢的调整。怎么调整呢？就是不要再执着于跑量，当然了，基本的跑量还是要有的。如果你想维持住一个2小时50以内的水平，我认为400公里1个月还是要有的，否则的话可能有难度，除非您很年轻或者很有基础，否则是有难度。因为你们看世川先生的训练，我看他的 Twitter， 就是他的跑量不大的，但是因为人家有那个基础，说白了就是人家以前跑过了。刚才还碰见了世川先生在大本城训练啊，特别快，跟那个小伙伴聊了大概有3公里的样子，然后聊聊各种跑步的事儿。他说现在国内报名好多大的马拉松都要成绩，这个真的没办法，这是一个趋势，所以呢还是得打怪升级，是不是？在哪儿都是，就像我说在这儿的生活工作一样，都是在打怪升级中，是吧？行吧，今天跟大家聊聊训练这个事儿，然后溜达溜达，缓一缓，回家，然后明天轻松跑，后天轻松跑，大后天看看是不是可以再有一个小课表，这个周期都没有轮上周3的强度课，就自己安排，好吧？然后关于手表呢，2代的 Ultra 我肯定不会升级，就是1代到2代。如果您现在是1代，我也觉得没有升级的必要。然后手机的话，我一般都是隔代升级，就我不会每年都买一个，还没有富裕到那个程度。
行，那就这么着，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吧。那咱们加油干，加油干，明天见。